美食台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艾可。平时我们在处理墨鱼的时候会把墨鱼囊丢弃不用，其实只要稍加处理，墨鱼汁就可以给菜肴带来浑厚的海鲜风味。在福建和浙江当地都有用墨鱼汁做的菜肴，今天我们就来做一道墨鱼汁炒年糕。市场上可以常见的有这种小的墨鱼仔和这种中等个头的墨鱼。我们在挑选墨鱼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是要看颜色，它的黑色是比较均匀，而且富有光泽。如果是这个颜色已经有点发红，就代表这个墨鱼已经不新鲜了。今天我们就用这种中等个头的墨鱼来做墨鱼汁炒年糕。我们首先呢，来处理这个墨鱼。为了防止这个墨鱼汁的喷溅呢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墨鱼放到水里来处理。我们呢，在这个墨鱼骨头的两边这个位置用剪刀剪一下，就把这个墨鱼轻轻的打开。这个墨鱼的骨头呢，我们就不用了，因为这个墨鱼的皮呢，它口感比较韧性，所以会影响这个菜的风味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墨鱼皮呢先去掉。然后把肚子上的这层膜也去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处理内脏。先把这个墨鱼蛋给取下，整个动作呢要轻柔一点。取墨鱼囊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不要把这个墨鱼囊给弄破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处理这个墨鱼的眼睛，因为墨鱼的眼睛它会有墨汁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水里把它剪开。眼睛处理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处理墨鱼的牙齿，只要用那个剪刀把这个牙齿一挑就好。整个墨鱼呢，我们基本上就处理干净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开始片墨鱼。这个墨鱼呢是一个三角形，我们先在这里开一刀，把它一切为二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片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切五花肉。五花肉加上墨鱼会使这个年糕更加醇厚鲜美。五花肉呢，我们还是改成薄片，其实跟刚才那个墨鱼一样，也是要厚薄均匀，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入味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墨鱼囊。先把这个墨鱼汁挤出，你会感觉到这个墨鱼汁它有一点是硬硬的沙沙的。这个墨鱼汁呢其实非常厚，所以呢我们用少量的水把它稀释一下，用勺子呢把它研磨一下，搅拌均匀。这个墨鱼汁我们就处理好了。现在我们来处理年糕。今天我用的是水墨年糕，水墨年糕的口感比较软糯，比较适合我们今天这道菜。我们先把年糕焯一下水，这样做呢可以使年糕更加入味。现在我们就可以炒年糕。首先呢，把锅子加热，锅子烧热后呢，我们加些油，把香葱头和大蒜、生姜煸炒一下。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肉片放进去煸炒一下。这肉片煸炒的差不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墨鱼汁放进去。这时候火可以开的稍微小一点。墨鱼汁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加少许的料酒。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墨鱼蛋和墨鱼放进去，加少许的水，再点一点点的黄酒。接下来就可以把整个年糕放进去。现在可以放一点盐和糖。年糕呢放进去，让它稍微煮一会儿，让它入味一下。炒到呢这个年糕已经软糯，汤汁已经浓稠的时候，就差不多好了。现在我们火开小一点，加少许的胡椒粉。等到汤汁浓稠，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。然后再点缀少许焦圈，墨鱼汁炒年糕就做好了。